大家好，我是败家女。传说周公原本是玄武大帝的借刀，桃花女则为这把佩剑的刀鞘。由于如意借刀在修行过程中偷了天书上卷，私自下凡，于是刀鞘便奉玉帝之命，携带天书下卷下凡追拿。在元代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中，拥有预知能力的男子周乾与拥有化解厄运本领的女子任桃花在凡间展开了一连串精彩的斗法。周公为了抢夺桃花女的天书下卷，设下了假意迎亲，实则欲加害桃花女的重重陷阱。这段民间传说深深影响了台湾地区的婚嫁礼俗，例如挂猪肉、带路鸡等婚俗，皆非凭空创造。现今台湾人嫁娶的习俗典故，正是源自于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话说周公提亲之时，桃花女已经知道，这绝非是一场普通的婚礼，而是一场惊险的生死斗法。而周公果然特意挑选了破月绝日的大凶之时来迎娶，还请来黑煞天将、丧门正神、吊客尊神、白虎凶神相助，分别在桃花女上轿、下轿入门及洞房时设下七煞八拜之局，誓言要让桃花女就此香消玉殒。迎亲当日，桃花女察觉花轿被故意停放在绝地死门，便命人取来一把扇子，在轿顶、轿身、轿底各敲打一次，然后将扇子远远丢出。这一招就叫做化扇为扇。在台湾，新娘上礼车前要丢扇子，寓有留扇之意，意思是新娘的出嫁将为两家留下善缘的意思。然后桃花女头戴凤冠出阁，因珠光闪闪，可避精神七煞。再用画有太极八卦图案的米筛遮顶米筛的网洞孔光，似火眼金星，可挡邪祟。在台湾，筛与胎的发音相同，因此未怀孕者用米筛取受胎之意，有早生贵子的祝福。若新娘已有身孕，则改用全新黑伞替代。因为米筛的八卦图和孔洞被认为会伤胎漏胎，所以改用黑伞保护母胎平安。上轿时，桃花女为了避开正冲太岁的时辰，便用红巾遮面，避开太岁，煞花轿倒退3步，以求合乎吉时，成功避开煞气。但迎亲队伍行至半路，突然一阵腥风袭来，原来是凶猛的白虎拦路。只见桃花女不疾不徐，命人取一根青竹竿，绑上一大块生猪肉，然后高高挂起。那白虎一见鲜肉，立刻扑上去大快朵颐，成功地转移了白虎神的注意力。在台湾，礼车上常会看到一根挂着猪肉的葫芦竹，竹子连根带叶，有头有尾，象征从头到尾福禄绵延的美意。猪肉则代表诸事吉祥。白虎刚走，地上又冒出许多毒虫、蜈蚣。桃花女命人将准备好的带路鸡一公一母放出来，只见它们咯咯几声，就把毒虫、蜈蚣全吃光了。在台湾，鸡与家的发音相同，因此带路鸡就有新人起家、共组家庭的吉祥象征。时至今日，已演变成以可爱的模型或玩偶来代替了。下轿时，
桃花女为避开黑道煞气，便命人以草席铺地，视为黄道。桃花女才在米筛的遮护下下轿。现代新娘头戴白纱，乃效仿西方国家走红毯，则有越过越红火的寓意。在台湾，礼车到夫家后，会有一男童手捧圆盘迎接新娘，盘内有2颗柑橘或2颗苹果，橘吉发音相近，取吉祥之意；平平亦取同音平安之意。新娘轻触苹果或柑橘后，以红包打礼。进门时，门槛上放置马鞍，桃花女跨鞍而入，表示马上平安，并踩碎瓦片，跨过火盆，驶入厅堂。踩碎即为踩碎，与除岁相同，有驱逐邪祟、除旧布新的寓意。跨火盆则是借由炽热的炉火，象征新娘带来红火好运、旺夫兴家的意思。现今新娘需跨过门槛，踩瓦片过火盆的习俗均源自于此。在台湾，进入大厅后，新娘要向长辈敬茶，长辈则回以红包，表示祝福与认可。然后新娘入房端坐，新郎先头纱后，2人合饮交杯酒，并吃黑枣、花生、桂圆、莲子4物做成的甜汤，以取谐音早生贵子之意。就这样，机智的桃花女见招拆招，一路破解了周公设下的重重死局，平安完成了婚礼。这个斗智斗勇斗法的故事，从古代说书人的话本，一路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等，代代流传，并形成了一套趋吉避凶、祈福消灾的特殊文化。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与民间习俗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表里关系。一方面，故事吸收并整合了当时已有的婚嫁禁忌；另一方面，生动的故事又回头强力地解释、固化甚至传播了这些习俗，让每一个看似繁复的动作都有了充满戏剧张力的缘由。所以下次你在台湾的婚礼上看到新娘丢出扇子，头顶米筛，礼车上挂着竹竿、猪肉，或是她小心翼翼地踩瓦跨炉时，请不要嫌弃她的守旧落伍，因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婚俗礼仪，还是承载住千百年来祖先们对于后代子孙辟邪祈福的愿望，以及关于智慧、勇气与对幸福坚持不懈的祝福。至于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结局呢？就在周公与桃花女各显神通，斗得震天撼地时，惊动了巡天御史，并由龟蛇2将带领2人前去参谒玄天上帝。玄天上帝细说缘由，并各赐金丹1枚，命2人服下。于是借刀周公刀鞘桃花女各自归位，并前往武当山，成为周桃2位元帅，从此辅佐玄天上帝斩妖除魔。